给自己壮胆来了，美称确保台海永不冲突。美国兵推给出了答案：一旦参战，美国地位不保了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孟轩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美国不仅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，也试图煽动俄乌战场的升级。另一面又持续对台湾问题上加大挑衅的力度。然而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却表示，台海存在冲突风险，但相信美国负责任的管理就可以确保这样的冲突永远不会发生。这番话说的是非常厚脸皮的。如果不是美国这样天天的挑衅，给台独势力释放所谓错误的信号，局势会升级吗？一直以来，美国都是将台湾牌看作是中国大陆的软肋，所以时不时就拿来玩一下。而沙利文口中的确保台海永远不会发生冲突，究竟是给民进党政府的承诺，还是给自己壮了胆呢？美国人自己就给出了答案。对这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评论上点赞支持，谢谢。我们继续聊。近日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模拟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军事行动，并研判这场冲突将会导致日本、美国数千人的死亡，军事装备也是损失惨重。该研究机构对此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兵推，并且设定冲突将会发生在2026年。到时候，美国、日本将会军事介入，还专门模拟了24个军事场景，模拟了此前政府所忽视的一些项目。事实上，这么多年以来，美国已经做过很多次类似的兵推，而且每次的结果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美军会败。这次的结果也是一样的，而且还做出了战损评估。在报告当中是指出呢，在模拟多个场景之中，美国海军将会损失2艘航母，还有10到20艘的水面舰艇。而在3周的战斗过程当中，大约会有3200名的美军死亡，这几乎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20年战争当中损失的一半。同时呢，日本也会损失100多架的战机和26艘的军舰。美国和日本领土的基地也会遭到打击，而这样的损失也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多年以来的全球地位。这么多年，美国为了所谓的大国冲突，努力建构所谓的岛链，但是随着中国大陆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中国大陆已经拥有区域拒止能力，美国的层层岛链也根本是锁不住了。尤其是在去年佩洛西访台之后，解放军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，展示出区域拒止能力，更是远超美国的预期，就是为了震慑第三方外部势力的干涉。当时美国的航母很快就撤到了菲律宾海，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真的有了航母杀手。所以说，沙利文说透过美国的管理来确保台海永不冲突，恐怕呢也只是给美国自己壮壮胆子罢了。现在的美国面对台湾问题方面是存在3个盲点的。首先呢，不知道到底红线在哪里；第二点呢，对中国大陆的实力恐怕还不是很了解；最后就说自身的实力是高估了。究竟美国会不会介入，这另外一回事哦。问题就是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